在最新的谷歌卫星照片中，显示台海军60余艘战舰正在军港中处于战备状态，并且有多艘潜艇也正执行任务。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最近谷歌卫星又更新了一次地图照片，结果这不更新还好，一更新就有了重大发现。台军左营军港的动态被暴露得一清二楚。在这个军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60多艘军舰正在泊靠或者在干船坞中进行维修，就连潜艇和军舰的进出以及作业都能看到。在这些军舰中，有一艘2栖船坞舰玉山舰正在岸边泊靠，而一架 S-70C 反潜直升机正在港口内飞行。因此推测这艘军舰可能正在进行直升机甲板的落舰程序。而在水星码头外，则有一艘海龙级或者是海狮级潜艇正在驶进港口准备泊靠。在水星码头则是停靠着一艘海狮级或者是海豹级潜艇。另外一艘在港口作业的海龙级潜艇则十分奇怪，从卫星照片上来看，像是正在进行鱼雷或者反舰导弹的调放。但是在进行这类武器装备作业的时候，需要在专门的码头进行。可是此地并非危险品码头，再加上这艘潜艇的上方有着大量的凸起物，因此猜测这可能是在进行电子战装备的调放，或者是正在物资的补给，从而为接下来的任务做准备。在这些军舰潜艇的另一头，则是南侧堤坝，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施工，让这个军港能够拥有更多的码头，容纳更多的军舰。按理说此地是军港，因此出现这种操作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放在台军身上就不同寻常了。台海军的实力什么水平，大家也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看不起，就连台当局自己都觉得很拉垮。而这么拉垮的海军一次性出动这么多的军舰齐聚这个军港，并且还都在进行维修，这摆明了就有大动作。这都快相当于3级战备状态了。一般来说，进入3级战备状态就要开始盘点武器状态，并进行维护、保养、调试了。而当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到了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下放到各个作战单位使用，进入战斗状态了。而台海军此时在这儿聚集了这么多军舰潜艇，都快相当于台海军的全部家当了。这不是战备状态是什么？再联想到前段时间刚当上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麦肯锡表示自己要在春季进行访台，就能知道台当局可能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什么情报，准备搞一次大动作了，以免这位议长的访台首秀出现什么岔子。可能对于麦肯锡这人大家还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只需要知道他的前辈佩洛西就行了。身为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在去年窜访台湾之后，引起了解放军多大的反制行动，大家也都有目共睹。而中美关系下降到冰点的现在，刚上任的麦肯锡再次进行访台，无疑会引起解放军的强烈回击。无论是山东号和尼米兹号航母的隔空对拼，还是辽宁号首次前出关岛的实战化打击演练，都表明了我国在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态度坚决，绝不退让。如果上次是对台进行海空封锁、3军演练的话，恐怕这次就是海陆空封锁、全军出击了。看着上次的环岛军演都把挟洋自重、以武谋独的台当局吓得够呛，那么这次麦肯锡的访台，解放军的阵仗只会更大，正好检验一下在珠海航展上我军展出的大量新装备。也正是这种原因，为了不让自己到时候面对解放军的回击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台军这才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动作。再者，算上麦肯锡说的春季访台的话，那么最快就是2月份，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因此，这个军港此时进行这么多的动作，很可能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麦肯锡访台做准备。而此举也表明，想要实现台岛和平统一这一想法也变得越来越远。台当局以武谋独的做法，显然是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对台军售，恐怕现在连几艘像样点的军舰潜艇都凑不出来，更别说对这些军舰潜艇进行战备检修，甚至是安装新设备了。当然，对于对岸的这种做法，
我军肯定是早已知道的。毕竟，自从台海局势变得紧张之后，对台巡航就成了我国解放军的必修课，每天都要过去打卡。不说歼20早就在天上看得一清二楚，就连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也早都看到了。我军近期接连不断的军事演练，也正是在给台当局和美国看，震慑不怀好意的挑衅势力，让他明白践踏我国红线的下场。东部战区敢于埋葬一切之敌的口号，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